朋友们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会有爱情这种东西呢？难道在冥冥之中，姻缘真的已经被上天注定了吗？为什么在结婚之后，有的甜蜜幸福，有的则硬生生过成了一对冤家，而有的却能白头到老，共度一生呢？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许。自古流传下来的传说故事呢，为情所困，为爱殉情等等太多了。因为人生来就有七情六欲，自然婚姻情感的烦恼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众生，所以才会有爱别离苦。而我们又刚好处在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，有爱就会有不爱，在一起必然就会存在分开。所以想要摆脱婚姻情感的烦恼，唯有真正看破它的本质。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，从修行的角度如何看清婚姻情感的本质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，就是为什么自己会心甘情愿地被爱人欺负？从因果的角度来说呢，其实夫妻情侣之间的关系大体有这几种基本关系，那就是报仇、报恩、讨债和还债。当然最令人羡慕的组合就是我向你报恩，你也向我报恩，彼此之间都是互相报恩的。他们表现出来的状态呢，就是彼此都是心甘情愿地为对方好。既然是报恩，那就没有索取心，所以彼此之间相处最融洽，当然也是最令人羡慕的组合。那有人就会问了，如果我们双方都是过来讨债的呢？其实这种关系就比较尴尬了。大家知道，报恩和还债有很大的不同。报恩是没有怨言的，是心甘情愿为对方付出，而还债虽然也是为对方付出，但是因为是还债关系，所以你对对方的付出往往经常容易被对方忽略。所以我们看到的状态就是我对你很好，但是你却感觉不到，觉得没什么，觉得理所当然，更不会感动。因为你是来还债的，所以你对我付出再多，我也不会觉得感动，你也始终得不到我的回应。比如说一个男人拼命赚钱呢，就是为了让自己爱人过得好一点，但是爱人却感觉不到丈夫的不容易，丈夫呢也感觉不到爱人持家的辛苦。也就是说，实际上每个人都在努力地为对方着想，但是对方并没有感觉到你对我的好，所以这种关系就很尴尬了，都会觉得彼此之间根本不懂对方。那如果有一个人是来报仇的，另一个人是来报恩的，那这种组合的关系会怎么样呢？其实这种组合与一个是来讨债，一个是来还债的组合是一样的。这两种组合说实话可能是最让人感觉困惑的组合了。那他们到底难在哪里呢？你看，一个是来找茬的，那肯定就会找另一个人的麻烦，而另一个人又是来报恩的，所以他就心甘情愿被欺负。你越欺负我，我对你越好。所以在外人看到的现象就是一方对另一方特别的抠门，特别的苛刻。但反过来被欺负的一方呢，却对欺负他的人又感觉特别的好，好到让你都不可理喻。在外人看来可能会觉得你怎么这么贱呢？他对你这么差，你还对他这么好，你是找不到对象了吗？这就是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所以说，一个讨债的，一个还债的，一个报仇的，一个报恩的，这两种组合就特别让人难以理解。在这两种情况下，其实被欺负的一方并没有觉得那么痛苦，但在外人看来就是不公平的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它背后一定是有一个原因的。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当你不清楚它背后发生的原因的时候，你怎么去理解都理解不透。其实人跟人之间能结为夫妻，结为伴侣，肯定是需要姻缘的。而这个姻缘呢，
可能是很早之前就种下的非常特殊的种子，导致了我们这一世有了一种夫妻关系。而这个夫妻关系呢，有的时候它并不受你的主观能动性来控制，就像你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老想欺负他，他也想不通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被你欺负。其实这就是一种习气惯性，在你的第八识阿赖耶识里面，储存了过去你和他之间的大量的种子，也就是因缘关系，比如你们相互之间起的念，以及相互之间发生过的事情等等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意识是根植于我们的第七识末那识的，也就是那个我执之心，而那个我执恰恰又是根植于第八识阿赖耶识。这些储存在第八识内的种子，在缘起条件具足的情况下，就会起现行，生出相应的画面和念，而这些念就会不断推送到你的脑海中。所以我们根本控制不了自己会升起什么样的想法。这就是为什么总说人和人的相遇是因缘决定的。所以不管我们这一辈子婚姻怎么样，其实我们第一个要做到的就是接受。当然，让你先学会接受，但并不是让你认命，因为你只有学会了接受，你才会知道怎么改变。因为在你的心里，如果你不接受这种关系，那你就会用错误的方法去改变。所以说，你一定要先明白其中的原理，然后再去改变。但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原理，那即便我告诉你千万种方法，对你来说也都是无效的，因为你压根就不会去做。这就是信即有。很多人一直沉迷于爱河中，但根本不知道爱情的本质是什么。可以说，在世俗间就是小我的俗情。你爱我，我就爱你；你不爱我，我也不爱你。你对我好，我就对你好。我送你一个手表，你就应该还我一个包，不还你就是不爱我。我们也总能听到这样的对话：你爱我吗？那你给我买部车。你爱我吗？那你应该如何如何。请问这种交换式的爱情真的是爱情吗？错，这叫做买卖。因为存在一味的索取与计较，但凡有一方福德不够，分开是必然的结果，而这些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。说到底，这种所谓的爱情就是与自我的标准谈恋爱。最典型的就是你符合我的标准我就爱，不符合了就一拍两散。为什么一些夫妻多年两地分居，感情一直很好，可一旦在一起了反而矛盾不断？是他们真的变了吗？不是，其实根本上是因为在一起时，各自心中装满了贪着、分别、计较、要求、欲望等等，所以就会经常为一些小事争吵不断。讲到这里呢，可能有人就会问了，我们真的能找到样样都合心意的人吗？这个答案其实很显然是不可能存在的，即便存在，也是在某个刹那间，对方所呈现的像和你那一时心中的标准符合，所以就会有一个典型的现象：刚谈恋爱的人哪哪看着都顺眼，热恋期一过就各种争吵分手。因为我们的念头、标准、欲望时刻都在变，除非对方是机器人，能随时跟你大脑同步链接，否则绝对不可能时刻都符合你的标准。很多人向往永恒不变的爱情，但他在这个世间根本没有，除非觉悟后自己成为了爱。所以情侣在相处过程中，当对方与你的妄想、执着、标准不吻合时，就会产生情绪，进而把情绪投射到对方身上。这就是矛盾产生的根本所在。最初因为缘分使然，怎么看对方都是好的，哪哪都顺眼，会给彼此加滤镜，这就叫着相。一旦着相，就会看不清真相，所以才会有后续婚姻的种种现象，例如美满、和谐、
吵架、冷战、暴力、出轨、背叛、离婚等等，都是婚姻的正常状态。这些都是因为因缘业力作用而显化出的不同的相而已。而当下显哪个相，是由自己当下的业力因果决定。当我们完全接纳了婚姻的种种显象，允许对方做自己，对方本来就如此，随着内在执着的习气减少，心就越来越清净，逐渐以往看不惯的也能看惯，爱较真的地方也觉得没什么，这样的夫妻关系也就越来越和谐。当然，人人都具备恶的习气惯性，而且这种会容易因欲望被激发，你不爆发也就刺激不到对方的恶习，彼此安好。可若是对方爆发，你因为修行之后恶习减少，就会云淡风轻，看对方就如小孩般撒娇，反而会很耐心的陪伴、理解、包容。渐渐的，无论对方如何，你都会觉得可爱的时候，那你就成为了觉者，也就成为了真爱，不会再想控制谁，但谁也离不开你，因为你的智慧、通透、豁达，这种高能量状态可以让人如沐春风的。这也就刚好破了婚姻的相，超越了婚姻的定义。我们之前说过，真爱就好比我爱月亮，与月亮无关，他阴晴圆缺我都爱，他知不知道我爱他都没关系，他的存在足以滋养我，我不会要求他像太阳一般耀眼，他就做他本来的样子即可，更不会非要摘下来。什么是情欲？就是我非要让对方满足我的妄想和执着，这就是想要控制对方的欲望，这即是情欲。可当我们离情去欲，所留下的爱即是真爱，因为真爱不是占有，而是给予和释放。说到这儿，相信你已经看到了婚姻的本质，不过是两人因果业力的牵引，以婚姻的形式提供给彼此灵性成长的机会，这就是婚姻中的空性智慧。当你见到了婚姻的空性，便超越了婚姻，不再被婚姻的各种幻象所影响，也就达到了知幻即离的状态，这样也就能解脱婚姻所带来的种种烦恼。这即是《金刚经》中常说的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当夫妻双方一旦有一方修行以后，自然就开始了悟心中的贪着、分别、计较等等皆是幻象。你觉得夫妻之间还能再吵得起来吗？肯定不能。当未修行的一方看到修行的一方变化如此之大的时候，不自觉的就会被影响和带动着一起进行修心修行，而这恰恰是夫妻双方最好的因缘果报，即夫妻同修。当然，不论是什么样的机缘，都要记住一点，夫妻同修的关键是在于影响，而不是强迫。因为当你以修行有诸多好处为由，逼迫爱人修行的时候，对方甚至会觉得你魔怔了，反而因为你的这番举动，把本可以一起同修的爱人推得越来越远。所以说，修行之人不攀缘，也就是不要存在控制别人的欲望。当你自己修的能量足够高的时候，自然另一方会不自觉地被你影响和带动，而这即是随缘，也是顺缘。我经常说，一切皆是修行，而婚姻这个道场，也的确需要夫妻双方两个人一起修缮才能稳固。虽然夫妻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在人生修行之路上，却要一起让老人安享晚年，让孩子茁壮成长，让家庭和谐相处，兴旺发达。这一切皆是夫妻二人因缘和合共同创造的。所以说，婚姻其实是一场天意的修行，而夫妻同修更是享有巨大的福报。在修行的道路上，夫妻更应该一生相伴，同时互相感恩。明白了吗？
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